Het is de plicht van elk Chinees staatsburger om bij te dragen aan de Chinese droom. Waarin China het machtigste land ter wereld wordt en de glorie van de natie is hersteld. Maar waar droomt de gewone Chinees nou eigenlijk zelf van, terwijl het land zo snel verandert? Ik reis met mijn camera kriskras door China, op zoek naar Chinese dromen. Volgens de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is het gezin de hoeksteen van de samenleving. Maar in China neemt het aantal echtscheidingen al jaren enorm toe. Dit jaar lopen wel 5 miljoen huwelijken op de klippen. Ben jij vandaag al gescheiden? Is dan ook een veelgemaakte grap. Hoe staat het eigenlijk met de liefde in deze tijden van economische vooruitgang? Aangekomen in Shanghai besluit ik om eerst een bezoek te brengen aan het gemeentelijk loket, waar huwelijken geregistreerd worden. 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呢？我们啊，我们认识很早了，我们很早了吗大概认识有多少？30多年了，30多年了。 30多年啊！对，现在才结婚吗？不是，我们之前因为有点小误会，离了一次婚，现在再来复婚。那以前是冲动离婚吗？对对对，对对，太冲动了。太冲动了。对对对对。给你吧，25到3了，那好，谢谢。谢谢。 Deze mensen hebben elkaar en de liefde hervonden. Maar op een andere verdieping ziet het er een stuk minder rooskleurig uit. Hier is het echtscheidingsloket gevestigd en melden de crisisgevallen zich om hun huwelijk per direct te laten ontbinden. Druk hier. 跟那女的到了下咨询室，老师一起聊聊好了，聊了，已经刚刚能上了。我從內心嚟講，我現在對吧？都是我是不要講聽講。伊不肯承認，就是為了屋裡向伊打啊啥麼子，伊才不肯承認的呀。伊就是講伊對我不好，我受不了了呀。不要哭了啊！ 喂，你哪有呀？我没想背呀。Voordat de echtscheidingspapieren getekend kunnen worden, is het echter de taak van de huwelijksconsulent om te kijken of het stel de echtelijke crisis kan overleven en een scheiding alsnog voorkomen kan worden. 我要肯定是不我呀。小家好了，国家一定好。千万个小家好了，国家一定好。它是由这个一个一个家庭组成这个大的国家吗？习主席比较重视家风。家风，家风，我们指的是那个一个家庭它传承的那个核心的那个思想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关心，彼此呵护，彼此是一起去往前走，去努力。你开心的时候我们开心，你困难的时候我们给予那个支持和努力，对不对？然后一起手在这个人生的路上这么往前走，是这样子吗？一个家是这样子的，他这个宝宝们，我刚刚特别喜欢宝宝们、孩子们，在这家里边，他习得了这种美好的人生经验，然后再往下去，他有未来有家以后，他也用这种有爱的方式、关心关爱的方式，在缔结下个家庭，人生不就这么一代代传承的吗？对吗？那么如果都有这种方式的话，那我觉得人类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来到地球，我觉得是一个美好的地球，这是我的这种理解。Een gezond gezin als voorwaarde voor een gezonde maatschappij en een sterk land. Bedrijven die specialiseren in relatietherapie doen dan ook gouden zaken in China. Ik ga op bezoek bij zo'n bedrijf dat naar eigen zeggen de liefde beschermt en cursussen aanbiedt waarin vrouwen wordt geleerd hoe ze een goede echtgenote kunnen zijn. 哎，你好。你好，你好。 Hello。哎，你怎么样？还好。啊？
哎，你好。大家好。今天要讲的是女性经营幸福婚姻的技巧，这个话题你们喜欢吗？喜欢。喜欢就有掌声。谢谢。那么要挽救一个婚姻，又不是一个人的事，她的丈夫呢，是不是？而男人他内心都很脆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我们要一步一步的把他培训起来，培养长大，是不是呢？是。谢谢你。是，说得很好。无论你是跟他愉快的，或者说刚刚吵过架的，还在冷战当中，你们会怎么样？先生，你回来了。你好，拥抱。我说这个丈夫饿了，你就给他一个面包就行了。如果你给拉一卡车的矿泉水给他，有用吗？没用，就是这个需求跟给予不对的，让先生觉得很甜蜜、很幸福的。我们一起说：“我爱你。”来，开始。我们一起说：“我爱你，我爱你。”好，这将成为我们的一个日常，好不好？好。家庭幸福，谢谢。谢谢。好，休息一会儿吧啊。完了吗？现在？好了好了。啊，你刚才说的，可能在中国社会就家庭观比较保守一点，是不是？其实他们比如说在我们西方国家，不只是太太给老公做饭，老公也会做饭，给太太也。我们上海也是啊，上海男人是有名的，全世界有名的好男人啊，是吧？然后上街都给太太背包的，是这样？是，而且男人宠爱妻子的也很多啊，是吗？对，幸福家庭一定是尊重平等的，而且是先生爱太太可能更多一些。你的先生崇拜你吗？没有，他不只是崇拜而且还仰视，而且还向我学习很多经营婚姻的技巧，是吧？我一直跟他说，我们一定要学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说得很好。 Bazin Ming en haar echtgenoot bieden niet alleen cursussen aan, maar geven ook relatietherapie. 袁先生，你觉得你太太强势的地方表现在哪里？你买个东西都要他说了算。他说：“你们不能商量这一下吗？”买房子他说了算，那钱在他那里，我没管钱不在我这里，对吧？你是一个好先生，钱给太太管没错。是啊，这本来就放心嘛的，这是一家人嘛，不可能是信任的，没关系。你呢？你欣赏你太太吗？以前是非常欣赏。以前啊，现在呢，非常不欣赏吗？现在不怎么样。她不是还是以前的她吗？而且成熟女性美，你看她长得多好，而且是搞美容的。就是长得好，有点牛逼啊。不可以，你这样这个讲话以后，就对她一个蔑视啊！其实你内心还有点羡慕、嫉妒、恨的那个意思。他除了打击就是打击。听到没有？听到没有？你看你讲的话对他是一种打击，一种伤害，所以这些语气、口气、脾都要改的。来讲一些，不要贪心。难听的，明老师。你看你做美容的也特别忙，你是一个开美容院的老板啊。对。好，所以你强势是个必然，因为你要把这个公司开得红红火火的，你肯定倾注在这个事业上面的时间更多，忽略了对他的关心。其实他要你就求对他的关注，求你对他的关爱，求你对他的关心。对。同时，
你强势，他希望你能够服软，能够去仰视他。他管这个屁！我也出差几天，从电话也没有，信息没给我。那你也要主动跟他沟通的呀。他忙，对吧？他让我在忙。因为你们心中都带着怒气、怨气、脾气，懂吗？所以把以前的好也不记得，一句话，哎，我不想沟通了，我拉倒去。你看，其实这句话很简单的话，很伤人的，把对方全部否定掉了。男人要得到的是肯定、认可、赞美、理解、包容，还要仰视、欣赏啊。你们欣赏对方吗？其实我有的时候我也是想过对他温柔尝试，就是好一点吧。但是他一说发一脾气来吧，就让我就又没法去实现了我的想法，心寒了，我又没法实现我的想法了。所以说，你就这样子，你就强势，我就又开始就难，就强了，哎，就强了，更强是吧？对，我就说你，这就是你们一个模式嘛，已经习惯了他，你们可能也已经习惯了这个争吵，好多习惯可以改变的哦。事实上，我也看到了你们离婚实在是下策，而且父母就是孩子的榜样。对，如果父母离婚了，孩子今后你也结婚离婚的概率是普通家庭的双倍。对，所以这就是给孩子造成负面的。那么为了对你们这个婚姻能有挽回改变，所以明天就先不要去离婚了啊。然后我们签一个试离婚的协议。试离婚是吧？先试6个月。如果说恢复的比较好，我们可以提前结束。是吧？啊，我看他们，你看只是沟通不好，又没有特别大的问题。如果真的离了，多可惜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草率、冲动、麻木的离婚，或者任性的离婚。拥抱已经不会了，赶快马上要好好的，因为从今天开始，婚姻又是一个转折。本来这个婚姻往下步的，我要慢慢的辅导你们，慢慢往上坡走，好吧？好的。好的。有吗？太，这有什么尴尬？好，来，提名的事。这样行了吗？哎，等一下，帮我拍个照。还拍照啊？要对视，要对看。好吧，要对望，拥抱。这不习惯吗？好的，愿你过得好啊！好，谢谢。Wauw, zij is echt goed. Zagen jullie dat? 够好啊！不用感谢啊。Het ondertekenen van een nepscheidingscontract als oplossing voor huwelijksproblemen? Ik had er nog nooit van gehoord. En waar ik ook nog nooit van had gehoord, was dat er zogenaamde mistress hunters bestaan in China. Daarom reis ik naar de onbekende megastad Chongqing en ga op bezoek bij Mr. Yu. Een man die astronomische sommen geld vraagt voor zijn service om overspelige relaties te verbreken en huwelijken te redden. 你好，于老师在哪呢？楼上。楼上。好吧。我看你公司的名字是家里家外。家里家外，哎，为什么选择了家里家外？当时就是想，我们在解决的问题是一个是家里的事儿，家外的事儿，
家外是因为第三者婚外情呐，因为朋友关系啊闹矛盾呐，和合伙人的关系啊等等，叫家外关系。家里关系，孩子问题啊，老人关系啊，夫妻关系啊，就是这个就这么起这个名字，叫家里家外。那如果有婚外恋的话，就是如果有第三者，你们会用什么方法去劝第三者？那现在他妻子，你现在跟他这个男人在一起，他妻子是在痛苦当中，他肯定是让他知道，我也肯定要让他知道，因为你把你的幸福寄托在别人痛苦之上，你心里高兴吗？他将来他的孩子会怎么跟你算账？你这个后妈嘛，他孩子来跟你怎么算账？说我爸爸跟妈妈离婚是因为你，孩子会记恨的。你告诉他，你做一个后妈，你能做好吗？首先也告诉他，你的婚姻寄托在别人痛苦之上，人家双方的父母、孩子7、8个人在记恨你呢，你能舒服吗？就是那个床上，那个床上，我们在5楼订了一个包厢。哦，那个包厢可以是边吃饭边欣赏这个江的夜景嘛，这还有很多游人在上面。等一会儿有一个属于婚姻当中的第三者，他要过来。那是他知道你做的是什么呢？他知道我是做心理咨询工作的，他知道的。他是怎么说？以前一个或者现在一个案例的一个。他是这样的，他是一个搞教育培训的，自己搞教育培训的。然后呢，我是受他男方的妻子委托，找到我以后，我去跟他介入的时候，因为他教育培训嘛，我是搞心理的嘛，然后就通过心理学这个方法交流，我们认识了，基础上交流上，现在我们正常互动，更多的内容是围绕婚姻家庭、孩子教育问题探讨。在他探讨的过程当中，他也向我求教了个人的情感问题。怎么说呢？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把这个事情、这个案例解决了？就是这个案例呢，我接触委托应该是几个月时间了。几个月时间？不到1年，但是跟这个当事人接触时间才真正的才4个月左右。他的那个男方的妻子委托的这个事情有找你，然后给你钱，然后你专门去做他的工作，这个事情他是不知道的。Dit is toch niet te geloven dat je in China bedrijven hebt die zich specialiseren in het overhalen van de maîtresse om met de relatie te stoppen. En die bedrijven worden dan benaderd door de vrouw van de overspelige echtgenoot. Die dan vervolgens een mistress killer inhuren, zoals die in de volksmond worden genoemd hier. Die dan heel indirect, op voorzichtige manier bevriend raken met de maîtresse. En op die manier die maîtresse bewerken en masseren en beïnvloeden totdat ze wil stoppen met de relatie. En zometeen gaan we zo'n maîtresse ontmoeten die dus denkt dat onze mistress killer hier, meneer Yu, dat hij eigenlijk gewoon een vriend is. En dat ze vanavond met hem en een paar andere vrienden uit eten gaat. En dat wij er toevallig bij zijn. Zoiets kun je alleen maar in China hebben, denk ik. Waar indirecte communicatie tot kunstvorm is verheven. 那我现在应该得很小心，是不是？你没不担心什么，可以顺其自然。就自然。但是我不可以去告诉他。不要，这个事儿不能讲，一讲这个事儿就砸了。Moet een beetje voorzichtig zijn. 介绍一下，这个刚才我们2位工作人员，这是我一个好朋友，小杨。你好。这是我国外的2个朋友来拍纪录片的。你好。你们都往这，陈老师坐这边，你坐这边。一点点，这是我老家的酒，洋河蓝氏经典。已经有吗？我带过来了。带过来了。现在学校忙不？
不是很好。现在小孩子不听话，挺累的啊。妈，我准备放假把我们家儿子送到你那儿去了，真的。这种饭必须得吃啊，因为他们平常的。重庆这个地方有3大特点，到重庆来，男人来是对的，爬山、看美女、吃火锅，是吧？对，听说女人来也挺好的，养生养性、养身体，这个地方挺好的。第3个呢，他们生活，会吃会喝会玩，这心情状态好。当然也再加上一个上代的遗传基因好，可能是长得漂亮嘛，这方面因素都有，都可能有。所以你看这些美女都是本地人啊，重庆的。所以为什么我到重庆来工作？聪明。到这儿养心，聪明。好，那我也是搬家到这个。来好，那也常来，一定要常来。Ik ben met stomheid geslagen door de ongemakkelijkheid van de situatie. En ik vraag me af wat ik van de werkwijze van Mistress Hunter Yu nou eigenlijk moet vinden. Ik reis verder, naar het platteland. En ook hier staat, net als in de grote stad, de liefde onder druk. Ik heb toestemming gekregen om rijdende rechter Liu te volgen. Een unieke kans om een inkijk te krijgen in het rechtssysteem van China. En die laat ik niet liggen. In de zaak waar ik vandaag getuige van ben, heeft een man een scheiding van zijn vrouw aangevraagd. Jarenlang werkte ze ver van huis en weigerde ze terug te komen. Maar nu werd ze daartoe gedwongen. Door de rechter. Zo这里啊，是吧？地方不错。你好。哦，一个水有吧？有个拿个钉子绣的哟。不要紧，啊？不要紧，回去。你搬呀，来我们站起。搬上去那个得行，应该得行了。你看到我的嘛？得行，那不重，那个不重。我这掉下来了哟。不重。现在挂低点嘛，挂高点。挂个贴子啊，能挂桥。对，这么歪起。这个一定要放是吧？对，国徽。来啊，这是国徽。国徽。对。好，一定要放。哎，对。巡回。哎，对，他表示这是代表国家权力。啊。这个是做什么的呢？这个是一个开庭的录像的，开庭的录像。巡回审判。对。Het is toch ongelooflijk dat je hier op het platteland staat en dat de rechter met een heel team naar je huis toe komt. Om dan voor je deur op het erf het recht te gaan spreken. 茶碗一个有。你拿一个茶碗出来。茶没得那么多，那个茶碗插不下呀。在中国为什么有呢？因为我们国家吧，它一个这个幅员很辽阔，然后以前吧，这个交通也不是很方便，也经济状况，有些欠发达的地区，那么为了方便当事人，有时候我们就会到他们的当地去开庭。另外在当地呢，有些案件呢，它也能够形成一个，因为我们这个法治观念现在还在老百姓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这个老百姓的法治观念还不是很强。跟他们也有起到一个法治的宣传教育的作用。你比如说今天我们开庭，你看他这个就很不舒服，你看见吗？
他身体很不舒服啊。对，我看我们在这里来，因为他的家就住在那里啊，他在这里就很方便，他就用不着到我们法庭去。他是啥子病呢？他有胃鼻炎，又有肝上起斑点，又是那个颈泽，又是风湿引起，他的病情多。你是他的？我就是他的母亲。母亲哈。嗯。那你叫他那个坐到一个椅子上来嘛，那儿好些，坐过来哈，把扶来。庭前有条件。说条件哈，来坐哈。你得行不？你是啷个想法嘛？现在我们来坐下来说，先那会儿先不开庭，来坐下来说，你说下你的想法。我的想法，在这里没得，因为跟啥子的，我去年这个眼睛，我还到恩施，到三峡，后边呢到那个红姐去了几次，才去把它直到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没有彻底，他睁不开怕光。但是我通过他们申家人叫他回来，给他这里我去看一下眼睛，把个娃儿弄家。那沈如，你是现在是啷个一个意见？对个你们的婚姻？我的意见呢，我就是说，各位别么子没得，首先先跟我把病治好得着，因为我是跟着他。你想不想离婚呢？现在？我现在不想离。现在不想离。娃娃还是跟到哪里啊？娃儿现在他带起的，这我回来的。不想离了，你们两个就跟很好生过噻。这个在一起，我也不说是要在一起，这个就是双方的那个我的要求是先他要跟我先把病治到着，他说要在外头去，叫我转到屋里给他光带娃儿。他1年子我在屋里挣点，给我弄点1000把块钱，我这个病要那么多钱整。是的，你就听得出来那句话，他不得到屋里。这么多年在是哪么不？我的没电话。这么多年在，这才几年，3年没回来，是么子原因？你打了我的，我才走的。我回来还有没有意思？我问下你。要凭个人的良心说话，刘忠龙。有是有，我打电话正在通话中。我不想接你的，因为你接的么子是乱七八糟的，你没给我说一个，没说是你在外头身体好不好，吃了个饭不的，你都没有问过一句，你开口闭口就是你在外头哪么的，又是你在外头。我都有意思和好，这个你就听得出来，法官你都意见。法官大人，我这儿说2句，简单的说2句。以后刘忠龙哪怕沈荣我跟他2个和好，在一起带娃儿，那么今后一来莫说我那个老太婆养的女儿日麻烂柴火，那些话我是受够的。经常说的在外头没得一句好话，你又没拿到沈荣我的人赃俱获，拿强盗要拿到赃，拿人要拿到双，他就是那一口话，他一个男人是配错配啊，长男人皮，我可以那么说。打过来的电话，你凭那个手机那个视频搞过来。我们有证人的，这儿还是丁家清的老婆打起过来，人家在这儿去，我在这儿高阳一说的，我后边他把这个录音录到周中注也听到的，陈世群我话好多人都听到的，所以你们亲戚都听到的，宣阳吧我也往上头听到的，还有我那边同事。你又没拿到人，你就混只听到风言风语，你胡说乱讲的。你说我是说好的时候，你就喊我的老太婆，人嘛我本来就是个老太婆。你刘忠龙，你就说你想过下去，你今后云南还说沈荣我那些坏话，那是不行的。我简单，我今天就是当着话言你说那么些，也有称呼的。你干脆就给我写个。给一次机会，能条件和好的，然后后头你们2个尽量互谅互让吧，东西该忍的忍，是不是？我就说了，还是要在屋里带娃儿。哎，那个东西你们后头再跟我2个去协商。走到我再找那个嘛。你带娃儿的话，你就把我你的在屋里撅我打我，我不好过日子。要不然恁个，你说我们在那儿紧到好久了也不得行，要不然就给我们写个和解协议，2个签个字，就暂时后头你们就看这个合得好就合，实在合不好，你要离是不是啊？你的话，首先我们把那个病给我治好的再离。现在我也没得那个能力去挣钱。陈叔呢就先不看他那个意思，他要你治病的话，那他意思可能也是不想你。我说你原先你这次华阳你不要你回来，你都没得病。华阳你叫你回来，你这么也病，那么也病。你早我都说的叫你回来。我问你这些病是不是才治的？我问下你。这个是不是才得的病？我问下你看一下，刘忠良，你把你睁大点。他要生气了。啊？
我说的，好。这回来就是才得病，你过来看看那个细证据，看看那些东西是不是才得的。我也有在。你得的，我没说你，你得的么子？我从给你来没说你得的么子病，我是我这个话是要那么说嘛？那为什么叫你不回来？你得病呢？没回来。那你为什么把我的话、把我的电话删除黑名单？我问你，我删过没？你看查一下有没有你的微信？还说我欠了钱，你打了多少年工？声音小点，要不得？好，你那个抄你打了20年工，那你还说我欠了多少钱？是不是？沈叔，我们就做一个和好笔录，你们签字，要不得？哎，你想一下，你们当初在一起，是不是？那时候还是感觉还是很甜的。我说的，你两个一说在那会儿要吵一架，没得意义哈。说多点，你跟他那个一天到黑都说不完。你两个如果安心和好，那就是写个和好的条件，然后由村里头的人来商量，帮到你们煮下米，这个家庭啷个搞？这个你们是几年的时间没在一起，才会产生这一些误会、这些矛盾。既然现在借这个平台，通过华言能把你们都弄到一点来了，我认为你还要跟他给一次机会。来嘛，那就签字嘛哈。那这种你说跟他两个和好，那连昌说这种话，你觉得跟他你两个和好吗？你电视是啷个想法呀？你那个签不签了？来嘛，签了就今天就先就能够弄到后头哈，再有么的问题我们再来说，对不对？我不想签。不想签就恁个嘛，刘总统，你因为这个数是你起的，写个财务申请就行了。哦，那是一样的效果啊。再把这个家庭维持好。刚才看到了2个人，没有签。对，他是这样的。他不愿意签名吧？他没有签那个，开始没有签那个调解和好的协议。后面是因为原告，他就表示他因为这个起诉是原告启动的。他表示他就不再，他不想离婚了，所以他就以撤诉的形式就撤掉了这个案件，撤掉了，就不离婚了。下一步呢？下一步可能我刚刚也跟他们村里面那个沟通哈，沟通之后可能请这个他们的家族村里再进一步给他们做一下工作，把这些家务事，把2个人的积怨化解一下，把家务事，以后怎么办，再去给他规划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在法庭上如果肯定没法处理他所有的这些家庭的事情。下面可能他们还有很多要慢慢的去弥补、去修复、和好。行了，来了那个，好，我们就麻烦你了，好生把自己事情处理好，好，谢谢，好，这个我们就先走了。好，谢谢。不是说把我的事情就做到那么走到那一种绝。一家人为什么把钱我要住到那儿？哎呀，没说姐。那儿主任跟你们说的，有没得困难，找他那个主任。走到那步，他都还在说洋话，他还说我是不是说的明明都是3年了，还说4年。我也没说么子，那你我呢？我都不说了，我也没说什么，我说就是得3年4年没有回来。是不是4年上你回来头1年，2年我又回来，你打了我的，我才没有回来你。你现在要说消极的话，哥，你看，你现在走在一起来了，要一起面对一些困难。我这个日子不好过呀！你看你们现在那么伤心，人不伤心不掉泪的。我这么多年在我是早年了，我个人带病都在屋里弄见了，回来还到时我的呀，弄过我跟你说，刚才那个天主任也在那儿，不好过呀！跟老婆接点水。Rechter Leo heeft in zijn dagelijkse praktijk met steeds meer echtscheidingen te maken en doet de volgende dag uitspraak in een andere zaak, waarin een man van zijn vrouw wil scheiden en de voogdij over een zoon opeist.
Het echtpaar heeft elkaar ooit als arbeidsmigrant in een fabriek aan de oostkust leren kennen, maar zijn al enige jaren geleden teruggekeerd naar het geboortedorp van de man. 原被告刚开始结婚期间，虽有矛盾，但均能够予以化解。特别是从今年开始，双方多次发生激烈冲突，为此已经无和好可能和共同生活的可能，并且没有无法承担抚养婚生子的能力了。工资全部给我老公，连那个找茬钱，第一个月钱全部交给他们。第2个月我就说留一点钱买早餐吃，买水果。他妈妈就说我，你还留4万钱，我就说我留一点钱买早餐吃，买水果，那不行吗？双方分歧较大，现在我们休庭之后再进行一轮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就进行宣判。现在休庭。我们也国内我们这个人，我们就说那个补偿的嘛哈。你就个人，我们那边也是就个是200块钱。反正就是8万块钱。那说白的，完了没？我就说的，那你不是为了儿子好哎？你想弄点钱的，为儿子好的，你得。那我跟你说，钱我不要，我只要儿子，你给儿子给我就行。我给我一个打电话，我姐姐我也说，他说你们2个实在碰不到，你们就开始。我也说的，我说我没得钱，我回来把儿子给我，对不对？我给你给4万块钱，他不搞，4个人你不同意。一直在家屋里闹，一直闹，现在我已经闹到这种情况了。现在已经闹到这种情况，他不听我劝，我就不得搞大。对于刚才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想法呢？而在中国有个传统，就是男方，就是说，儿子吧，和子女，感觉是男方这一边的，给他们传宗接代这种感觉，就传统有这种感觉，所以说一般男方，大部分情况下他都特别想要，抚养儿子，还有他爷爷奶奶，也就是男方的父母特别想要带这个孙子。这个跟重男轻女有关吗？有这个关系。还有就是因为男方嘛，他觉得就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以前就是女方到男方家庭是为男方传宗接代的当然现在这个观念有很大的改变，很大的改变有很大的改变。你是说封建社会是吧？对对对，以前。那毛主席不是说妇女能领半边天吗？对，对，这个现在中国的妇女的确已经实际上在家庭地位上和社会地位上，跟男性已经没有什么差别，是差不多。但是也许在人的潜意识当中，还有一种觉得，比如说现在孩子他都是随父姓嘛，一般都是随父姓潜意识当中可能还有一点这个，当然也不全是，也不尽然，也有。男方不愿带孩子，女方愿带的也有这种情况，都有。都有。那从法律角度来讲的话，重男轻女也有吗？没有，法律角度不会，法律是人人平等嘛。而且中国的婚姻法律，它是基于一个照顾，比如说在离婚的案件当中，是要照顾女方和子女的权益，是吧？反而要照顾妇女的权益。你看得来进来吧？好，刚刚经过双方的协商那么现在双方进行表态，到底能不能够达成调解协议？对，给女方支付一定的相当于补助吧，就称之为补偿是多少钱？2万，并且不要他给付子女的抚养费。不要子女费。被告万德梅是否同意？你说清楚一下，同意吗？同意是吧？我是没办法的，我在这边的话没人帮助我呀，像我老公这样子打我的，我报警啊，治安队的人说，他们怎么说呢？我就说像我老公经常性的这样子打我，我说像你们来怎么解决？他就说我也是不想离婚，我小孩子太可怜了，这个都是被逼的。我不想离婚，我只想我小孩好好的。
我只能被打，在这里被打，真的在这边被打的话，报警也没用的，治别人帮助治别人的。都是没办法，我说这样子没办法，哎呀，算了，就才能这样子才能离婚的。没办法，我都是嫁到远了。要是被打这些的话，这些治安队的人都是帮着他们的，我们也无法的。我们在这边的话，我跟你说，在这边的话真的无依无靠的，嫁来远方的话，真的连到自己的小孩子抱也抱不到，听到那个里面哭，看也看不到，抱也抱不到，真的。Ook al ziet president Xi Jinping een gelukkig huwelijk als voorwaarde voor een machtig land, tegen de trek naar de grote stad en het najagen van materiële voorspoed, zijn de liefde en het huwelijk niet altijd opgewassen. En zo kan een Chinese droom veranderen in een nachtmerrie. Thank you for watching. For more on this subject, take a look at the playlist. You can also watch this recommended video.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we'll keep you updated on our documentaries.